从战场拉远镜头，无人机起飞的那一刻，画面一转，是五角大楼里的会议桌。导弹出舱的瞬间，另一头是国会的预算听证会。战争的硝烟穿过了海洋，却最终落在文件上的签名。美国军事实力的秘密不只在武器库，真正的引擎是那条看不见的供应链，一个能把战争变成产业，把安全变成利润的系统。军工复合体，它不是一个阴谋，而是一种生态。在美国，这套系统既写入了预算，也写入了国家性格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某一架飞机的传奇，而是整个美国造战争的方式。美国的军工生态就像一个金字塔，最上层的5家公司洛克希德马丁、波音、诺斯罗普格鲁曼、雷神科技、通用动力，构成了整个现代战争的产业中枢神经系统。洛克希德是天空的炼金术士，从 F-117、F-22 到 F-35， 他把隐形变成了政治语言。波音是长空的承包商，从 B-17 到 B-52， 再到 B-21的竞标，他在每个时代都留下名字。诺格是影子的工匠，飞翼、隐身、无人系统，全靠他那条黑色的预算线。雷神是防御之神，他造的不只是导弹，还有威慑的节奏，从爱国者到标准6。而通用动力则在海底筑起帝国，从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到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，这5家巨头的业务版图几乎涵盖了美军所有军种，他们既是供应商，也是参与者。每年国防预算近9000亿美元，其中60%以上最终流入他们的合同账本。更有意思的是，5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，约1/3曾任五角大楼、白宫或国会关键职务。官员退役进企业，企业高管再被任命为政府顾问，一个合法、透明却几乎无懈的循环。这就是美国战争机器最特别的结构，不是命令驱动，而是合同驱动。如果要选一个军工复合体样本，那就是 F-35计划。3军通用，9国合作，20年研发，1.7万亿美元的预算，没有哪个项目能比它更精准地诠释战争技产业。它被称为联合攻击战斗机，但其实更像联合预算战斗机。每个州都有供应链，从德州的机身、阿拉巴马的电子系统到加州的软件，这意味着每个国会议员都有选民在吃这架飞机的饭。所以无论性能争议多大， F-35永远不会被砍。在预算听证会上，你听到的不是飞行性能参数，而是创造了几万个就业机会。军方的战略语言早已与经济学语言混为一体。F-35不是被工程师设计出来的，而是被政治共识投票出来的。它不是一架飞机，而是一张全美就业地图。军工复合体最擅长的就是把战争转化为地方经济的理性选择。战争本质上是供应链的终极应力测试。从伊拉克到阿富汗，美国每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带了一场产业大爆发。在伊拉克，波音提供无人侦察机，雷神供应地狱火导弹；在阿富汗，通用动力负责后勤网络系统。作战结束后，大批退役装备被转卖给盟国或改装再利用，甚至连战场上采集的数据也成了 AI 训练素材。战争的结束不代表利润的终止，它只意味着新的投标开始。你会发现，每一次任务总结报告的附件都附带着下一阶段预算申请的草案。于是，在军工复合体的逻辑里，战争不再是一种异常状态，而是一种经济常态。它是一种循环经济，冲突带来需求，需求带来合同，合同带来增长，增长又反向影响战略决策。战争不需要被发动，它只需要被维持。冷战结束后，美国没有解散这台机器，而是把它国际化了。从 F-16、F-35 的国际生产计划，到爱国者导弹的出口链条，再到 Aegis 防空系统的合作部署，美国通过军售建立起一个隐形的同盟供应体系。表面上是合作，实际上是绑定。盟国要买武器，就要签维护合约，接收系统更新，使用美国软件加密，哪怕一颗螺丝也受出口管制。这意味着美国通过军工标准而非领土占领，建立了现代帝国，一个靠供应链维系的权力体系。技术是锁，合约是链。所以当有人问为什么这么多国家愿意买美国的武器，答案很简单，那不是买飞机，而是买进系统，买进了美国的战略网络。进入21世纪后，军工复合体的形态再次升级，它不再只是生产硬件，而是包办整场战争的数据骨架。洛克希德马丁投资 AI 作战系统，
打造出能在不同平台间共享信息的 C2B-MC 网络。雷神科技收购网络安全公司，切入电子战与网络防御。诺斯罗普·格鲁曼则负责太空通信链路，成为轨道信息网的守门人。波音从航空制造商变成太空与无人系统的整合商。通用动力主导战场数据融合系统，为 JADC2 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提供后端。在这套体系里，飞机、导弹、卫星，甚至士兵的终端设备都成了节点。战争不再依赖指挥官的判断，而依赖算法的优化。过去，美国凭制空权统治天空，现在他追求的是制算法权。未来谁能整合数据，谁就能先开火、先锁定、先结束战斗。这就是第6代战机真正的意义，它是算法战争的入口，而军工复合体就是这场演化的操盘手。有人问，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到底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，还是战争机器的寄生者？答案可能是两者都是。正因为它的存在，美国才有持续创新的防务产业，但也因为它太庞大，战争变成了一种可以被管理的业务模型。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的告别演说里警告过，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对自由与民主的潜在威胁。60年过去，这句话听起来不只是历史，而是预言。当战争变成 GDP 的一部分，当国防预算成为政治谈判的筹码，当五角大楼和华尔街说着同一套财报语言，那时候你就很难区分什么是防御，什么是投资。美国能维持全球战略霸权，不仅因为它能造最好的飞机，而是因为它能造出造飞机的系统。这套系统自我复制、自我融资、自我合法化，从国会到工厂，从选区到战场，形成一个贯穿政治、工业与科技的循环生态。说白了，美国的武力是工业的延伸，而工业的延伸才是真正的战略。所以你看，第6代战机的竞赛表面上是技术之争，实质上比的是国家的数字化组织力。谁能把数据、算法、工业与政治变成一个生态，谁就能赢得未来的制空权。从第1架喷气机的轰鸣到第6代战机的算法对决，我们一起走过了这场横跨100年的空中进化。回头看，那不是单纯的技术史，而是一部人类的控制史。从速度到隐形到数据，每一代飞机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谁能先看见，谁能先行动，谁就能主宰天空。从 P51的螺旋桨到 B21的飞翼，从 F22的雷达反射角到 NGATE 的 AI 僚机，我们看见的不只是金属的变化，而是思维的跃进。战争不再靠肌肉，而靠代码；空军不再靠英雄，而靠系统。这是我第1部系列内容，有技术，有历史，有推演，也有一些我个人的偏见。有时候信息密度太高，有时候节奏可能不够完美，但每一集都是我真心想和你分享的部分。能陪我走到20集的观众，我真的想说一句谢谢你。是你们的留言、讨论、指正，让这个系列不只是讲机器，更像在讲我们怎么面对复杂世界。未来我还会继续，也许不是马上更新第7代，也许会聊聊冷战档案、无人体系、太空武器、AI 军师，但逻辑不会变，不讲神话，只讲可验证的力量。如果这整套系列有让你重新理解空军这2个字，那就值了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留言告诉我，在这20集中哪一集最让你印象深刻？你希望下个系列我们该从哪个方向起飞？我是 Rain， 感谢你一路同行。